心灵暖流。不懂得拒绝，就只能被情绪勒索。心理师教你摆脱无赖沟通，摆脱被当工具人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经常会遇到他人向我们提出各种请求和要求，有时候这些请求可能与我们的欲望、时间能力或个人界限不相符。然而许多人往往不善于拒绝他人，害怕引起对方的不悦或对人际关系造成负面影响。无论是在工作场合还是个人生活中，学会拒绝他人的请求是一种重要的技能。透过本文的指导，您将能够更自信地说不，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保持尊重和良好的人际关系。让我们开始学习如何有效地拒绝他人，建立更健康平衡的生活。请记得帮忙订阅、按赞及分享，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，让我们可以持续创作及分享更精彩有内涵的文章。谢谢。准备自己。在拒绝他人的请求之前，准备自己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涉及到2个关键方面：理解自己的权益和需要，以及克服拒绝的恐惧和内疚。首先，理解自己的权益和需要是拒绝他人的请求的基础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限制目标和时间表。了解自己的权益意味着认识到，你有权利保护自己的需求和利益。这并不是自私的行为，而是确保您能够合理地分配时间和精力，以满足自己的需要。确定自己的需求和界限，可以让您更有信心地做出拒绝的决定，并不感到有罪或尴尬。其次，克服拒绝的恐惧和内疚是拒绝他人的请求的关键。许多人害怕拒绝他人可能会引起对方的不悦，或影响到人际关系。此外，一些人可能会感到内疚，认为拒绝是一种不礼貌或自私的行为。然而重要的是要明白，拒绝他人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，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。克服这些恐惧和内疚的关键是培养自信和学会适时地说不。有效的拒绝技巧。要有效地拒绝他人的请求，这里提供几个关键的技巧可以帮助您。保持礼貌和尊重。拒绝他人的请求时，始终保持礼貌和尊重是至关重要的。使用友善的语气和肢体语言，避免使用曼挖苦或侮辱性的言辞，确保您的语气显示出您的尊重和关心。明确表达您的立场。在拒绝时，使用明确的语言表达您的立场，避免含糊其辞或模棱两可，因为这可能会引起误解或希望有改变的希望。明确而坚定地表达您无法满足对方的要求。提供合理的理由和解释。在可能的情况下，提供合理的理由和解释，可以帮助对方理解您的立场。解释您为什么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，可能是由于时间、资源、承诺或个人界限的限制。请确保您的解释合理，并且不需要道歉或感到有罪。建议替代方案。尽管您无法满足对方的特定要求，但如果可能的话，提供一些替代方案可以帮助减轻对方的失望感。考虑是否有其他方式可以帮助或支持对方，即使这不是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，仍然显示出您的关心和努力。学会说不。学会在需要的时候说不是很重要的。很多人都有困难拒绝他人，因为他们担心对方的反应，或对人际关系造成负面影响。然而记住，您有权利拒绝他人的请求，只要您的拒绝是基于合理的理由和自我保护。应对挑战和反应。当您拒绝他人的请求时，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和不同的反应。这里提供一些应对挑战和反应的策略。处理他人的反应和情绪。有时他人可能会感到失望、生气或沮丧。当您拒绝他们的请求时，重要的是要保持冷静和理解，
聆听对方的情绪表达，展现对他们感受的理解和同理心，再次确认您的立场和理由，并试着与对方建立有效的沟通，以平和和谐的方式处理情绪反应。2、应对压力和内疚感。在拒绝他人的请求后，您可能会感到压力或内疚，这是正常的反应，但重要的是学会处理这些情绪，确认您的感受，但不要让压力和内疚感控制您的决策。回顾您的权益和需要，并提醒自己您做出拒绝的决定是出于合理的理由。寻求支持和交流，例如与朋友、家人或专业人士分享您的感受，可以帮助您处理压力和内疚感。3、坚守立场和维护个人界限。当您拒绝他人的请求后，某些人可能会尝试说服您改变主意或提出反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坚守您的立场和维护个人界限非常重要。保持明确并坚定地表达您的立场，但同时也要愿意倾听对方的观点。如果有必要，重申您的理由和解释，并确保对方明白您的拒绝是有根据的。持续维护个人界限可以帮助您确保您的需求和权益得到尊重。4、应用场景示例。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应用场景，展示了如何在不同情境中有效地拒绝他人的请求。1、工作场合中的拒绝情境。您的同事要求您接管他们的一个专案，但您已经有自己的工作项目。回应：感谢你对我的能力的肯定，但我目前已经有一些优先项目要处理，无法接管你的专案。2、个人关系中的拒绝情境。您的朋友要求您贷款给他们一笔金钱，但您知道这对您的财务状况有负面影响。回应：我理解你的困境，但目前我也处于一个经济上的挑战时期，无法贷款给你。或许我可以帮助你找寻其他的资源，或提供其他形式的支持。3、社交活动中的拒绝情境。您被邀请参加一个派对，但你已经安排了其他计划。回应：感谢你的邀请，这听起来是个很有趣的活动，不过我已经有另外的安排，无法参加派对。希望你们玩得愉快。5、实践和反思。拒绝他人的请求是一个需要实践和反思的过程。以下是一些实践和反思的策略，可以帮助您逐渐提升拒绝技巧的效果。1、练习说不的情境。找到一些情境来练习拒绝他人的请求，可以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，例如拒绝额外的工作负担或活动邀请。透过模拟和角色扮演，将自己置于不同的情境中，练习以自信和明确的方式拒绝。2、反思和评估。每次您拒绝他人的请求后，花点时间反思和评估，问问自己这个拒绝的方式是否达到了您的预期效果，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。反思自己的回应和反应，并寻找机会进一步提升。3、学习和成长。拒绝他人的请求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，持续学习和改进您的拒绝技巧，阅读相关的书籍，参加相应的课程或研讨会，并与他人分享和交流您的经验。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，您将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各种拒绝情境。4、奖励自己和保持耐心。在实践和改进拒绝技巧的过程中，给自己一些小奖励或肯定，即有给予自己正面的回馈和鼓励，您将能够保持动力和耐心。请记住，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，并且每次的努力都是值得的。学会有效地拒绝他人的请求是一项重要的技能，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自己的权益和维护心理健康。学会拒绝他人的请求，并不意味着我们自私或无理，而是为了确保我们能够合理地分配时间和资源，满足自己的需求。这是维护个人界限和保护自己的一种重要方式。让我们珍惜这项技能，并持续学习，以便在不同的情境中能够自信、坚定地应对他人的请求。
通过学会有效地拒绝他人，我们能够建立更健康平衡的生活，同时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尊重他人的需求。谢谢观看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影片通知。